月儿，本王想你了。正当倚靠在躺椅上的凤叶一眼想着他与月儿相爱时的情景，一个女子清脆的惊愕声打断了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个穿着古代大红喜服的男子半倚在躺椅上，正在自我排解。嘿，帅哥，你继续，不打扰你拍戏。月儿，帅哥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月儿，你怎么会从画中出来？我从画中出来的。大哥，你是在玩剧本杀吧？剧本说我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女。江白薇使劲推开眼前激动的凤叶，退后一步。月儿，你是我凤叶的女人，我以为我失去你了，真不敢相信上天以这样的方式将你送回我身旁，我们日后不分开了，可好？你叫凤叶，剧本里说我是你的仙女。剧本？月儿，是何意？哎，你放开我，你自己玩。古代版的剧本杀我不爱玩。江白薇笑着环顾了四周，找到了门，正要走，她的手腕被凤叶一把握住，强行拉入怀中。月儿，你是本王的女人，走哪儿去？凤叶把江白薇禁锢在怀中，猛地含住她的唇，强行撬开她的齿背。你放开我，我不是。她的初吻呐，守了28年的初吻，竟然给了一个王八蛋。月儿，听话，我想你。放一是吧？我要告你，告你！他一个抬腿，膝盖用力朝凤叶的胯下猛击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安营，本王没事，退下。王爷，他没再多想，朝房门跑去。一阵劲风从他身后袭来，房门被狠狠关上。什么鬼？你别过来！月儿，我凤叶呀，你过来。大哥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那什么月儿。月儿，2年未见，竟是将我忘了吗？凤叶双臂紧紧环抱2年来他夜夜魂牵梦绕的人儿。神经病，你放开我！月儿，乖，那处可不能再提了，再提本王就废了。那个凤叶，你是不是得了癔症，难受着？我虽然是男科医生，但我好朋友在精神科，我让他给你开药，你以后就不会认错人了。月儿，我失去你2年来何止难受，没有你在我身旁，我生不如死。幸好老天让你活了过来，再回到我身旁。哥，你放开我吧，大夏天的好热，要不你给我打杯水喝，我渴了。好，你喜欢喝的龙梅茶，我一直在喝，我给你倒。江白薇眼睛一亮，再次跑到门前，打开房门。正当他要跨出房门时，他又被一股隔空的力量生生吸到了凤叶的怀中。月儿，外面风大雨大，不要乱跑。来，喝茶。我现在又不渴了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有我在，你不必害怕。大哥，你放过我吧，让我离开这屋子好不好？月儿，别怕，你不起本王的书房，我带你回我院中歇息。王爷，王妃身旁的徐嬷嬷来问，洞房时辰已到，王爷什么时候过去啊？本王今晚歇在自己的福华院。是，王爷。江白薇环顾着这陌生的寝室，看到了铜镜中的自己。我的脸怎么回事？月儿，怎么了？你的脸没事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倾国倾城。凤叶，这是什么国家或是什么朝代？你莫不是忘了，如今我们在东邻国，此时是顺历200年，这里是我晋王府。东邻国是哪个皇帝？自然是奉顺帝。姓凤的皇帝。你也姓凤，你和皇帝是什么关系？江白薇此刻能确定自己是穿越了，不过为何他没有那月儿的记忆？月儿是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我是奉顺帝的皇叔。皇叔？看你年纪轻轻就当皇叔，那你说的奉顺帝现在几岁？如今的奉顺帝年岁13。这么小就当皇帝，厉害啊！月儿，夜深了，我们歇下吧。凤叶，你放开我，我不是你说的月儿。月儿，别闹，2年了，我想你想的好苦。月儿，我想你。不要，我不是月儿，你放开我。你是月儿，你的右肩头上有一小块心形红色的胎记，你忘了吗？之前你可喜欢我亲吻它了。凤叶，你放开我，我真不是你说的月儿，救命！救命啊！
月儿，乖，你是我凤叶的女人。2年了，他为月儿守身如玉。他再次回到自己怀抱，他拉不住心头那只困了2年的猛兽啊！凤叶，我要上厕所。上厕所？就是那集如厕出宫更衣，不知你们这儿用的哪个词儿？如厕，去吧，月儿，我房中有公房。哎，你不能进来。我等你。凤叶觉得今晚的月儿很不同，之前的月儿是秀外慧中、清雅脱俗，今晚的月儿伶俐乖巧，还带着些许俏皮。哇，这马桶竟然是用白玉做的，好奢侈。有了，要不就拉个大的，臭死他，他就没那欲望了。嘿嘿。当他正要找纸时，他这才记起他看过的穿越小说里写的，在古代如厕不用卫生纸，古代人用的厕筹吧，这东西怎么用？凤叶，你能不能给我拿些纸来？纸？月儿要在宫房里写字？我要用纸擦屁股。月儿，里面有厕筹，下人们都洗过的，放心用。古代人当真不讲卫生啊，这东西能重复使用。月儿乖，别闹，没人用比黄金还贵的纸如厕。那给我找块布来。用布？你这么大的府邸，没块新布呀？我王府里的布匹都是绫罗绸缎，月儿想用绫罗绸缎来擦。凤叶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月儿，一块布都不给用吗？千霜，到库房拿一匹上好的白色锦缎过来。是，王爷。月儿，这是刚从布匹上剪下来的，绝对是全新的，无人用过。从门缝给我。月儿，怎么了？还不出来？凤叶，我腿麻，站不起来了。你等着。月儿累了吧？我们一起泡泡温泉解解乏。凤叶，你先洗。杨白薇用力一推，把凤叶推进了温泉池。他奋力往外跑，又是一阵隔空吸力，把他拖入汤池中，撞进了凤叶的怀里。月儿，我们不是已经以身相许过了吗？为何还会如此害羞啊？古代人，你在臆想什么？我说过100遍了，我不是你的月儿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安莹，请府医过来。凤叶，你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月儿生病了，让府医瞧瞧。你的衣衫湿了，现在是换上我的中医，明日让下人念2体裁衣。多谢。你这衣服有些大，能不能借你丫鬟的衣服穿呢？我的月儿只配最好的衣衫，上床躺着，府医要到了。那就多谢了。你真不记得我了？凤叶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好，谈谈。我不是你说的月儿。你也不用让府医来看我是不是病了，我不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，我来自很遥远的现代，应该是2000多年后的年代吧。我不是你想找的人，我的名字叫江白薇，是名男，一名医生，你们这儿应该叫大夫或是郎中。我不想在你们古代待着，我想回家，希望你不要再把我当做你的月儿。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？月儿，你真是病了，要府医给你看看。徐嬷嬷，王爷怎么还没有来？王爷去了侧妃房中。回王妃，不是的，王爷没有去侧妃房中。王爷吃了酒席就去了书房，后来从书房里抱出一位女子往他的福华院去了，刚刚还换了府医过去。今日王妃和侧妃同时嫁入晋王府，两妃都派自己的丫鬟到处打听王爷的动向，大家都在瞧今晚王爷会和哪位王妃洞房。沈侧妃真是个狐妹子，竟然直接跑到书房勾引王爷。王妃，那女子不是沈侧妃，听闻那女子今夜身穿蓝色衣裙，晋王府中之前有其他女子，这就不知了。罢了，为本妃更衣吧，王爷是不会过来翠华院了。桂花去打听了，王爷抱了那蓝衣女子去了福华院后，并没有去晋王妃的翠华院。晋王妃气得摔了手中的喜扇呢。王爷抱住他福华院的女子是什么来头？没人知晓那女子是谁，不过倒是打听出刚刚福华院请了府医，不知是何事。真有意思。给本妃更衣睡觉。姑娘，你身子是哪里不舒服呀？
没有，我舒服得很。王爷，这位姑娘脉搏沉稳有力，是康健的身子。康健，他这里有没有问题啊？让老奴试试。姑娘，这是几啊？2号。那姑娘，你可知自己来自哪里？来自2000年后的年代。啊，王爷，这位姑娘似乎这里有些问题。严府医，可有药物能治这症状？此是有的，属下这就去给这位姑娘配药去。月儿，来喝药，喝了药你就好了。枫叶，我没疯，疯的人是你。我都说了，不是你的月儿，我不喝这东西。你是不是该出去了？我要睡觉了。这儿可是本王的寝室，你要赶本王去何地睡？对了，你今日不是成婚吗？去找你的王妃睡不就得了？他阴郁着一张脸，缓步靠近床榻。枫叶，你想干嘛？要不你给我找间房间，我出去睡。能干嘛？从你上天，你还不识好歹了？喝药。枫叶，我真没病，我不要喝。不喝药就别想睡。枫叶说着，上嘴喝了一口汤药。江白薇还有什么不懂的？他要强灌自己。枫叶低头，把自己的薄唇漆上了他的唇瓣。枫叶，你混蛋！乖些，再喝。枫叶可不会惯着他，又嘟了一口汤药给他。月儿是不是想我们之前的亲吻了？你和你的月儿之间应该很相爱吧？我和你以私定终身，我们很相爱。你月儿全名叫什么？月儿真的失忆了，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了。你叫李思月。李思月，你几岁？李思月几岁？今年我20有8了，你今年20，我比你大8岁。李思月是哪家小姐？我的意思是，他父亲在朝中当什么大官？你不是哪家小姐。你和我说过，你不知你爹是谁，你娘生你没多久便离世了。啊，那么惨呐！李思月是个孤儿。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月儿不必担心，你有我，我给你一个家。你好会开玩笑，你不是有正妃了吗？你别逗我玩，我借住你王府几日就走。月儿，那正妃和侧妃不是我的意愿要娶的，是太皇太后的意思。啊，除了正妃还有侧妃。月儿，这辈子我只要你。谢谢哈，你最好今晚就和你的正妃同房，我或许能多活几集。月儿倒是大方了，之前你可不是如此的。枫叶将人放在枕头上，起身压上柔软的身子。枫叶，你别乱来，我还生着病，会害怕的。睡吧，让我抱着你睡，我什么都不做。啊，你抱着我睡不着。乖了，夜深了，别闹了。先睡觉，补充逃跑的力气。渐渐的，两人均匀的呼吸声萦绕整个床幔。第2日，阳光透过窗格洒落在屋内，枫叶醒来，他不自觉地往江白薇唇上亲去。枫叶，你疯了，我在生病。月儿，本王真的好想你。就在江白薇要绝望时，外面千霜的声音响起。王爷，王妃派徐嬷嬷过来问何时进宫行奉茶礼。4时出发，起身吧，和我用早膳。你们这早膳还挺丰富。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虾饺。枫叶抬眼看到江白薇右手拿着筷子夹虾饺，他的育儿是左撇子，从来都是左手拿筷子，而且他河虾过敏，从来不碰河虾。眼前的女人当真不是他的月儿吗？月儿，那是虾饺，你不能吃，你还是吃你最喜欢的桂花糕吧。我不喜欢吃什么桂花糕，我就喜欢吃虾饺。这男人管的还挺宽，吃东西都要管。那李思月是如何受得了这种男人的？你可否用左手拿筷？我是右撇子，为何要左手拿筷子？拿不稳。那李思月是左撇子，他眼里的落寂没藏住。你好好在我房中待着，不能乱跑。我有事出府一趟，晌午能回来。去查京城有没有唤江白薇的女子，本王要知晓江白薇的一切。是，王爷。还有，从本王的安慰营里将宁雪调出来，让她守护李姑娘。王爷，这是臣妾为你准备的原帕，待会儿需王爷上交给内官。多谢。这是臣妾该做的。昨夜伺候王爷的女子不知是哪家姑娘，不知王爷想给她什么身份。魏南希，谁给你的胆子一进门就查探本王院子里的消息？王爷恕罪，昨晚王爷的福华院里起了伏议，下人们都传遍了，臣妾并没有打探之意。你最好不要有那般心思。臣妾下次会注意。
儿臣见过母后、太后娘娘、皇上、皇后。快免礼，让哀家瞧瞧，护国大将军的嫡女果真和凤叶相配呀！来，这是哀家给你的成婚礼。多谢母后。一旁的太后叶灵修和凤叶同岁，叶灵修用审视的眼神上下打量魏南希一番，最后他柔情的眼神停留在凤叶身上。靖王，不知昨晚你和靖王妃的原帕可有带来？回太后娘娘，带来了。呈上来。当看到带着血字的原帕时，叶灵修袖中的指甲陷入了掌心。很好，这是哀家给靖王妃的成婚礼。魏南希心情舒畅了，当今太后爱而不得的男人，她竟成了他的王妃。魏南希给太后叶灵修奉茶时，叶太后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了魏南希的衣裙上。爱妃没事吧？王爷没事，只是衣裙打湿了一番。今日进宫，臣妾没多带衣裙，只怕……母后、太后、皇上、皇后，靖王妃衣裙被打湿，我们先行回府更衣。凤叶也不想留在宫中。原神这么美，凤叶定是馋死了这副身体。36计走为上计，打不过还不会逃就是笨蛋。江白薇开始在凤叶的寝室里翻找银钱，出逃没有银子傍身，只怕没逃出去多远，饿死在这落后的古代了。黄金能卖钱也不错，他抢了我的初吻，这算是补偿了。李姑娘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第一日到王府，想到处逛逛，你们不用跟着。王爷说让我们伺候李姑娘，李姑娘最好不要乱走。王爷又没让我禁足，你是伺候我的样子。既然李姑娘想到处走走，那我们给李姑娘带路。我想去正门瞧瞧。那可不行，后院女子无事，不能到前院，那是王爷才能去的地方。这么麻烦，那沿着靖王府的围墙走一圈吧，就走后院。走围墙？他是要探查这靖王府后院哪处的围墙最低，他好翻墙逃跑。江白薇没想到一个靖王府的后院会如此之大，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还没走完后院围墙的一半。王爷，东厂郑督主在前院求见。让郑督主到本王书房院子的凉亭来吧，让你去查江白薇这女子，可查到？回王爷，查了全京城姓江的府邸，没有哪位女子用这个名字。给本王查其他州县，查到赶紧回禀。是王爷。王爷昨日大婚，属下在执行任务，没能参加王爷的大婚，今日来讨杯喜酒喝。什么喜酒？你还不知这是太皇太后要监视本王的一举一动。王爷对你的王妃好些，不就得了？侧房王妃成为自己人，我不想亦不愿。李姑娘都走2年了，王爷该放下了。如果本王说她回来了，你信吗？王爷，你书房里的画像该烧了，人要往前看。她真的活过来了，是从画像里出来的，那些画可不能烧。你没事吧？不会是昨晚洞房花烛感染了风寒？说什么呢？本王没洞房花烛，昨晚她就回来了。想来她是不想让本王碰其他女人。就知道你不信，可她真的回来了。不过她好像不记得本王了。失忆？王爷可查过那女子的身份，会不会是易容过来接近王爷的？我亲眼看她从月儿的画像摔下来的，不是谁送过来的，是上天将月儿送来本王身旁的。郑潇，你说一个人失忆会不会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？不会，东厂每年会有不少太监犯事，或是出任务头部受伤失忆。他们虽然失忆，但以前的行为习惯总不会变。你们俩扶稳梯子了，千万别松手。你若不信，可自己看看。属下为王爷看看，他是否易了容。说着，两人一个飞身，一起飞到书房院子的围墙上。他的月儿想逃。李姑娘，你赶紧下来，王爷看到会生气的。他生他的气，不必管。再见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江白薇被昨晚熟悉的隔空力道擒住了腰腹，转眼间狠狠撞入凤叶的怀里。想逃？古代人有种你别我轻功，珍惜武功啊！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王爷，他没用易容术。哦，还有位帅哥啊！你是哪家公子？能不能带我出王府？我会报答你的。你想用什么报答他？拿本王的金冠报答皮的男子外逃？月儿，你好得很。喂，帅哥，你说句话呀，到底救不救？何为帅哥？哦，你们这儿不叫帅哥。
叫英俊潇洒的男人。我在说你帅，赶快决定，救或不救。我可打不过王爷。再说了，我跟王爷是一伙的，晋王府生活惬意，你还是安心留下吧。原来是一伙的，求错人了，算我倒霉。王爷，属下还有事要忙，就不打扰王爷处理家事了，告辞。你说你叫江白薇？是啊，我输了你也不信，你这人太顽固，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。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到月儿身上的？昨晚我在医院的实验室，就是你们说的药房试药，突然一声巨大的雷声响起，伴随着几道闪电划过天际，我就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这里。我是灵魂占据了这副身子，我只有我的记忆，并没有你和李思月的，所以我不是你的月儿。将外衣脱了。脱你个头啊！我不是你的月儿，你别想欺负人。你就不能听听话？凤叶起身把人抱住，恼怒的把江白薇的外衣腰带解了。凤仪，你这混蛋，你有种不要欺负弱女子啊！你这个死鬼！凤叶将江白薇转过身，看向那脊椎和臀部相连的凹陷处，那里有一块红色的蝴蝶形胎记。果真是月儿的身子，为何2年了还保存得如此完好？江白薇看不到自己身后的东西，看凤叶摸自己敏感处，趁他不备，啪的一记巴掌落下。凤叶，你这色狼，打的就是你！你果真不是月儿，月儿爱我都来不及，怎会扇我巴掌？来人，将江姑娘带到秋水院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得踏出秋水院半步。他以为秋水院会很远，结果就在福华院隔壁，只一墙之隔。倩说，能不能换个离福华院远一些的院子？我喜欢自由。江姑娘，你还是听王爷的话吧，王爷的脾气可不好。倩说，这院子之前有女子住过？从来没有过，不过王爷一直将秋水院打理得很好。江姑娘，王爷吩咐让我们俩日后伺候姑娘。打入冷宫了还有丫鬟伺候，不错嘛。属下宁雪见过江姑娘。你干嘛的？属下是日后专门护江姑娘的暗卫。你们做暗卫的运营是不是很高？她或许真不是月儿，月儿不会问出如此无理的问题。王妃，听闻那李姑娘，不是，那江姑娘被王爷赶出了福华院，住进了秋水院。什么李姑娘、江姑娘的？王府里到底有几个其他姑娘？回王妃，昨夜伺候王爷的是李姑娘，今日不知为何，那李姑娘就变成了江姑娘。一个人还能改姓，这是为何？这奴婢就不知了。现在那江姑娘可威风了，王爷让她住秋水院不说，王爷还调了一个女暗卫保护她呢。王爷如此重视那位什么江姑娘，待会儿本王妃去会会她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敢劫走本王妃的洞房花烛夜？奴婢收到小道消息，王爷今日和晋王妃进宫回府后，发了好大一通火，将昨晚侍寝的李姑娘，不是，今日叫江姑娘赶出了福华院，让她住进了秋水院。什么李姑娘、江姑娘的？王爷在府中有几个侍妾？昨日的李姑娘今日改姓了，改成了江姑娘。还有人能改姓，当真有趣啊！看来那江姑娘也不是什么名门出身，说改姓就改姓，会不会是什么青楼女子？不是那种地方的女子，谁会改自己的姓氏？当真是那个低贱货，王爷的玩物罢了。王爷，你这是被人打了？谁竟敢如此大胆？是他打的，李思月打的。李思月还真下得去狠手啊！或许是本王将他逼急了，不怪他。只可惜他失忆了，不懂王爷对他的心思。或许他不是李思月了，是另外一个人。本王看过他身上的胎记，完全和李思月长得一模一样，那身体就是月儿，但他说他的魂魄不是月儿，他叫江白薇。属下一定为王爷偷偷探查此事。2年前本王的月儿遇害，可查出是谁动的手？一直查不到是何人所为。如今李姑娘再现，想来那人会再次出现吧。你继续追查2年前的事情，我会看好他。属下见过晋王妃。你就是那王爷给那李姑娘，不是江姑娘的暗卫？是的。那江姑娘呢？回王妃，主子在房中。放肆！她就一个妾室，或者连妾都不算，你称她主子？回王妃，属下是奉王爷之命前来伺候江姑娘的，江姑娘就是属下的主子。好得很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晋王妃吗？你们是怎么迎接晋王妃的？暖春暖秋，快快奉茶。晋王妃如此尊贵，竟然来我这冷宫，当真是折煞妾身了。
什么冷宫，他怎么什么话都能乱说？我再听听。我这冷宫没什么好茶，靖王妃就先委屈委屈吧。我今日得罪了王爷，这冷宫连冰块都没有，热是热了一些，靖王妃您多担待。你得罪了王爷？我不听王爷的话，不愿侍寝，惹怒了王爷。不愿侍寝？我想着王爷新婚夜要留给至高无上的靖王妃才行。靖王妃放心，昨晚我只是闹肚子，没和王爷同房，王爷还干净得很。靖王妃没用过啊，不是，没和王爷同房，妾身可不敢和王爷做什么。您放心吧，这后宅的礼仪，妾身还是懂的。什么叫干净得很？什么叫没用过？凤爷头上的青筋直跳。王爷息怒啊！算你懂理。王妃您放心，妾身不会和王爷同房的，妾身不喜那事。为何不喜？其实啊，我就是不知如何说。王妃，我看你身旁这丫鬟水灵灵的，很入妾身的眼，能不能赏给妾身当房中的？放肆！雪儿是本妃的人，岂有此理？你既然是这样的人，恕不奉陪。他此刻能肯定，那女人不是月儿，一定不是。江姑娘，你真是……是什么呀？我只是骗那母老虎，不想那以后再来这里撒野而已。日后有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就行了。我小清静，知道了吗？江姑娘，你这样自毁名声，日后只怕对你名声不好。王妃知晓你这爱好，说不定会告诉王爷呢。名声算什么东西？我不打算嫁人，也无需王爷的什么宠爱，我只要清静就好。江姑娘，你还真想一辈子不嫁人呢？不嫁，男人麻烦。年轻时说爱你，死去活来的，娶进门新鲜感一过，就弃如敝履。你们俩日后挑男人，可得挑仔细了。王爷，他和属下认识的李姑娘当真不一样。或许他说的是真的。你就是江姑娘吧？你是？我家小姐是靖王侧妃，你见了也不行礼。原来是侧妃姐姐到访，妾身有失远迎，罪过。妾身有失远迎，罪过，还望姐姐大人有大量。暖春，还不给侧妃姐姐奉茶。江姑娘这是怎么了？我感染了肺痨，最近咳得厉害，还请侧妃姐姐见谅。江妹妹还是要多多歇息才行，听闻这肺痨很难治的，本妃就不打扰江姑娘了，你好好养病。关门，后院女人多的府邸就是不安生，你们俩可要记住了，日后找夫君要找只娶你们一人的，不然后院乌泱泱乱糟糟的，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凤叶是被他气狠了，而郑萧则觉得江白薇有趣的紧，日后王爷的日子不会再沉闷了，看来日后他不用老来靖王府陪王爷下棋解闷儿了。江姑娘，外面的月亮好圆啊，你要不要赏月？今日是初几啊？江姑娘，今日是5月14，过了子时就是15了，再过一会儿就15了，我还会痛吗？月儿，不要离开我，月儿。江白薇在床榻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紧握被子，嘴里塞着厚厚的帕子紧咬着。江白薇，你怎么了？疼。江白薇没想到，她灵魂穿越到李思月的身上，还带来了现代的怪病，还会在月圆15的晚上痛得让她生不如死。哪里痛？全身都疼，好疼。我让府医来为你看看。我就是大夫，没人能治这病，你回吧，2个时辰就好，你不要让人来打扰我，不然我会更疼。那你自己有没有药？此病啊，没人能治，更无药。你走吧，我没力气和你说话。宁雪，唤府医过来，要快。江姑娘，你是怎么了？凤仪，你让他走，我不要他看病。让府医看看。王爷，
李姑娘，江姑娘脉象极好，并无病症。怎会没有病症？她如此痛。王爷能不能这边说话？这江姑娘只怕是在装病。装病？这个姑娘聪慧着呢，她的脑子和身子一点问题没有，而且她比一般的女子身体要好上多倍。他看向床榻上背对着自己的小身板，再想到今日他对付2位王妃的那些小伎俩，他如果不是他的月儿，那他就是一个新姬女啊。枫叶还在练剑，看到眼前女人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眼前，他心里冷笑，果真是装病。枫叶，我要出府。如此没有规矩，看来你要学学王府的规矩才行。你放我出府，我想出去看看。休想！宁雪，看好他，让府中的孙嬷嬷教他学学规矩。孙嬷嬷，今日太阳太烈，能不能在廊道阴凉的地方学？不可，日后江姑娘见到比你尊贵之人要行礼，要等候，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阴凉处给姑娘你乘凉的。行吧，开始吧。什么走路的仪态，如何行礼，穿衣的规矩，说话的规矩等等，光行礼就有好多种，听得江白薇脑子发晕呢。江姑娘可记住了？记住了呀，孙嬷嬷，都中午了，要不先吃午膳再来吧。姑娘，你最好用心，如果江姑娘还是这般敷衍了事，可莫怪老奴动粗呀。听闻今日王爷让孙嬷嬷教导那位江姑娘规矩，这等不知礼的女子，如果出去丢了王府的脸，那就是丢了王爷的脸。孙嬷嬷可知本妃的意思？老奴明白王妃的意思。这是本妃给孙嬷嬷的喝茶赏赐，本妃就不打扰孙嬷嬷用午膳了。多谢王妃赏赐。哎呀，我要睡觉。江姑娘，起来学规矩。我睡会儿，睡好了起来和你学。不行，今日的礼仪今日必须学完。江姑娘，数到3不起床，老奴就不客气了。孙嬷嬷从身后一位粗使婆子手中接过一把薄薄的软尺，一旁的暖秋看到那软尺，吓得瑟瑟发抖。1、2、3，他说到做到，手上的软尺直接拍在了江白薇的手臂。啊！娘的，老虎不发威，你还以为我是病猫？他大长腿一踹，将打得他生疼的孙嬷嬷踢倒在地。你这江姑娘不识好歹，给我把她绑了，让她好好学规矩。我看谁敢，不怕死就过来，真是烦了！看老奴今日不好好教训你！虽然他的跆拳道在古代高手眼里不算什么，但对付几个婆子，那还是有些用处的。江北薇，你可知错？王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江姑娘打了孙嬷嬷。殴打家中长者要行杖刑，孙嬷嬷虽是府中下人，但毕竟掌管王府中馈，王爷都要敬她3分，也算是府中长者。江姑娘刚到王府，不知规矩，杖刑就算了，将杖刑改为打掌心20下，罚抄女戒10遍。不如让孙嬷嬷行掌手刑，王爷看如何？行吧，孙嬷嬷，这掌手之刑由你来执行。不要打掌心，给本王打20下，1下都不能少。凤仪，你不要后悔。他刚刚不明白，他是要保他的意思吗？要他受些苦头才行啊！江白薇一人不敌多人，跪在地上，一边大喊一边流泪。凤叶在上手，看着江白薇撕心裂肺的大喊，再看他的手心，手心并没有红肿，他难道又在演戏，装可怜博取同情？江白薇满头大汗，软软的倒地，她的双手好痛啊，痛到快没有知觉了。那软尺到底是什么做的？为何打人会如此钻心之痛呢？江北薇，明日起你就到翠华院和靖王妃学规矩，还要记得罚抄10遍女戒，2日后交给本王过目。江白薇眼也没抬，躺在地上闭上了眼。他抄女戒没有？王爷，江姑娘的手如今根本动弹不得，那软尺不是一般的软尺。此话怎讲？回王爷，孙嬷嬷今日打江姑娘的软尺出自宫中。暖春把那打人不见血的软尺细细道来，还把江白薇的伤势如实相告。当真伤了筋骨，
奴婢今日给江姑娘上药，她痛得一直泪流满面，想来是痛惨了。你先退下吧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的手让本王看看。不用你管，打了人还惺惺作态，虚伪。你这张嘴日后不知要惹多少祸事，让本王看看你的手。真的只是看手，不欺负人。你又不是月儿，本王不会碰你。你信我不是李思月了？本王的月儿不会像你这般疯癫。你信就好。给你看吧，你让人打李思月的手，自己不心疼吗？反正月儿又不会喊痛，喊痛的是你。本王警告你，不能再让月儿的身子受伤。你轻点儿，痛啊！真的很痛，都没红肿呢。要不改日我借孙嬷嬷的软尺打你试试，你就知道了。在东陵国，目前还没人嚷着敢打本王，你倒是第一人。凤叶边说着，边打开郑萧给他的金疮药，用手抠出一小块，给他先涂抹左手。女戒，等你手好了再抄，不要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凤叶，我抄了女戒，你要我出府，可以吗？在东陵国，没人敢唤本王的名讳，你连规矩都不懂，出府就是一个死。王爷，就让我出府嘛。你为何要出府？又想逃？我不是第一次到你们东陵国吗？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真的就是出去逛逛。你真是从2000年后的世界来的？千真万确，我从来没逛过古代的大街，想看看外面有什么好玩的玩意儿。你还不适合出府，日后再说。王爷，你真的要管我一辈子吗？你舍得管李思月？管你自然是舍得的。你可以走了，和你说话就是费劲。她是个性子倔强的女人呐。今日本妃与王爷回门，今日的规矩就先由本妃身旁的徐嬷嬷教导。徐嬷嬷是本妃的人，你要掂量着来。王妃放心，昨日受的罪，妾身还记得。今日她在徐嬷嬷手下，老老实实学规矩，她什么都听进去了。可是徐嬷嬷一直虐她，不是让她在太阳下暴晒，就是让她头顶一个瓷碗，如果瓷碗落地，她就要被打手掌。明雪，快帮忙去找严府医过来，主子晕倒了。他又怎么了？主子今日在碧华院被徐嬷嬷放在太阳下暴晒了一整日，不能喝水，更不能用膳。今日主子很听话，硬是咬着牙挺过了这一日。结果王妃回了碧华院，看主子还是没能学成行走礼仪，她拿起软尺打了主子的胳膊，主子不喊不叫，突然就晕了过去。严府医如何？江姑娘患了柱下症，赶紧给她降温才行。最好啊，用冰给她敷敷额头，这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！还不快去拿些冰来！身子是月儿的，但灵魂是江白薇。他如今不知要如何面对眼前的女人，是要对她好一些，还是要远离她一些呢？江白薇，你不准出事，知道吗？月儿的身体还需要你支撑。凤仪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绝不给你添麻烦。我求你，带我学完规矩，抄完女戒，让我出府逛逛，好吗？为了逛街哭成这样？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想不到你平时疯疯癫癫的，还会吟诗。不过这是有点道理。你才疯癫，能答应我吗？如果我听话，你让我出府逛街，好不好？当真会听话？听话。你先做到再说。才去翠华院1日，就害了柱下，能坚持完后面的9日再说。柱下？哦，刚刚我是中暑了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本王不是救你，救的是月儿的命。行，我知道是李思月救了我，你答应了没？我继续去翠华院学规矩，你让我出府。你还想去翠华院送死？本王可不会每日都救得了你。那我要去哪儿学规矩？明日会有宫中的嬷嬷过来教你规矩，是本王的乳母，是个公正的嬷嬷，就在秋水院学。放心吧，我这9日都待在秋水院里，哪儿都不去，直到你允许我让我出府游玩。你先做到再说，本王要检查你学得如何，别想蒙混过关。臣妾见过王爷。这么晚了，侧妃到书房有事？臣妾看王爷辛苦，亲自为王爷熬了银耳莲子羹。刚好本王口渴，侧妃就送羹汤过来了，有劳了，拿过来给本王尝尝。臣妾这就伺候王爷喝。不错，熬出了银耳的胶质，没想到侧妃也会熬羹汤。改日有空，臣妾再给王爷做。听闻原本是你嫡姐嫁给本王做侧妃的，怎么后来变成你来？嫡姐不愿做妾，就把这良缘让给了臣妾。嫡姐不愿做妾，就把这良缘让给了臣妾。原来如此，侧妃与本王果真是良缘。
王爷，天色已晚，不如臣妾伺候王爷歇息吧。好，那就有劳侧妃了。王爷，能不能停一停？臣妾累了。娇软的声音从书房里传出，外面的下人都能听到。再过一炷香，本王睡了，你就退下吧。恭喜侧妃，侧妃辛苦了，我们回桂花院好好歇息。江白薇这几日被魏南希盯得太紧，是时候让魏南希盯着任婉琪了。这一晚，侧妃在书房侍寝的消息一下子就在靖王府传开了。都是狐妹子，光顾着江白薇那贱人，倒是忘了盯任婉琪了，气死人了！她就是个狐狸精，正妃还没有成宠，她竟然跳过我的头上来了，当真以为本妃是个摆设。刚刚侧妃去书房时，听闻出来时走路有气无力的。哇，这么劲爆的消息啊！侧妃和王爷在书房待了1个多时辰。主子不要多想，日后你努力会得王爷宠幸的。凤爷那么脏，谁让他宠幸？放心吧，我会远离他的。他嫌他脏。任婉琪脱了衣服在他面前，他看都没看一眼。他脏哪儿了？他这是为他避开魏南希的责难，他怎么就不懂？老奴见过江姑娘。金嬷嬷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说话有气无力的。老奴无碍，多谢江姑娘关怀。金嬷嬷，我给你看看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多谢江姑娘的好意，老奴就不劳姑娘看了。老奴身子好着呢。你这身体哪里好了？你去唤王爷过来，我有事找他。您怎么瘦成这般？老奴老了，是这样的，王爷无需担心。王爷，我看金嬷嬷的脸色应该是中毒了，我要给她把脉，她不肯，所以就叫你过来了。中毒？安影，速速唤严府医到秋水院。王爷还是不看了吧，老奴回宫还是一样病的。如今本王长本事了，不会再让金嬷嬷受苦。王爷，金嬷嬷所中之毒是五毒花。五毒花？那金嬷嬷的身体会如何？白薇趁着金嬷嬷不注意，握住了她手腕上的脉搏。是五毒花，没错。五毒花是慢性毒药，能让人不喜用膳，进而消瘦无比，全身无力。虽然不会立即中毒身亡，但对身子的毒害是极大的。这五毒花，你可有解毒之法？老奴研究过五毒花的解毒之法，最后2味药一直不知用何种草药，目前还未能解五毒花之毒。我会解。江姑娘，这五毒花可是宫中秘制的毒药，你会解？解五毒花的前8种药材分别是蒲公英、栀子、土茯苓、连翘、黄连、金银花、菊花、大青叶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最后2味呢？最后2味药，我现在只告诉你1味，想要知道第10味，我有个条件。江姑娘，快说，是哪味药啊？第9味应该加入白花蛇舌草。对呀，老生怎就不知道用白花蛇舌草呢？那这最后1味呢？最后1味可不能随便给你，我要和王爷做个交易才行。说，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救金嬷嬷？你让我出府，我定会交出最后1味药给严府医的。如果本王不愿意呢？那金嬷嬷就一直中毒下去，直至鸡无力而亡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夫，原来是个见利忘义的大夫。爷，我就想出府，你答应我就能救金嬷嬷，因为我都没有损失，不是吗？只要能出府，你就交出最后1味药。是，我是能救金嬷嬷，只要金嬷嬷用那药1个月就能痊愈。好，本王答应你，但你出府要戴上面纱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的脸。我的条件是日后都能出府，而不是只出去1次。你可以让暗卫跟着我。可以，只要你交出最后1味药，好商量。那我们要签合同吧？合同？你们这里应该叫签契约。好，签就签，但你要先学了规矩再出府。金嬷嬷身体如此虚弱，你让她现在教我规矩，实在不妥。待她养好身体后，我一定要好好和她学。金嬷嬷的药是你开的，金嬷嬷解毒期间救助你的秋水月，待金嬷嬷好了再教你规矩。金嬷嬷，你就住那偏房吧，好好养病。今日让暖秋伺候你，我和暖春出趟府。哇，原来地京城这么繁华啊！卖梨子了啊！卖梨子，新摘的梨子，
5文钱10两，快来看看啊！这位姑娘到我家买吧，我家5文钱11两。王爷，那不是李姑娘，不是江姑娘吗？您让她出府了，不怕她再逃？这女人当真能让人气死！今日本王让金嬷嬷到府中叫她回去。枫叶把今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了郑萧，郑萧听得差点没笑出声来。王爷，她好像很想吃那李子，你没给她银钱让她逛街吗？本王就是不想让她出府，她出府会有危险，让她知晓出府不易，想来她日后就不愿出府了。枫叶让他查是何人毒杀李思月，他到现在都没线索，或许派些东厂的人跟着江白薇能找到新的线索。两人正说着，就见楼下江白薇到一个卖李子的摊铺前，和一个中年妇人摊主说了什么。那妇人听后脸上立马大笑起来，卖纸袋了，卖纸袋了，5文钱一个纸袋，买了纸袋随便装李子，能装多少是多少。你不是卖李子的吗？怎么变成卖纸袋了？这位大哥，我的纸袋可大了，你买了我的纸袋，随便装一袋李子回家也就5文钱，你说划不划算？我自己装满一袋。是，你们买了袋子啊，自己装，有趋吉了，是不是？我来一个纸袋试试。我也来一个纸袋，这是5文钱。我也要。一时间，围在李子摊铺面前的男女顾客纷纷掏钱，大家都想用5文钱的纸袋把李子装得满满的带回家。没一会儿功夫，他推来的一大车李子就一扫而空。他细数了今日的银钱，这会儿功夫他就赚了150文，是一王好几日才能赚到的利润。以往一个袋子凭着能装10两，今日让顾客们自己装，最多也就装11两，他其实一点也不亏。姑娘呀，多谢你给我的好法子，这袋李子是留给你的，另外这30文钱算是给你的酬劳吧。大婶儿，我李子吃得解渴就行，不用你的银钱，你挣钱也不容易，银钱我就不收了，多谢了。姑娘，你帮忙，我的西瓜如何才能快速卖完？西瓜可不能装袋子里卖呀。行啊，不过我帮你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江白薇刚刚帮的妇人是看那妇人衣着打着补丁，觉得她家境不怎么好。这卖西瓜的老板就不一样了，衣服不是上等的，但也比那妇人强多了。如果姑娘有办法将我这一大车西瓜快速卖完，我送一个西瓜给姑娘吃。西瓜我确实想吃，不过你给我400文钱作为酬劳如何？我今晚的饭钱就着落了。姑娘，400文呐，你真能立马卖完我这车西瓜？我能啊，就看你信不信我了。好，我赌一把，信姑娘一次。王爷，你说他能快速卖完那车西瓜吗？不知，至少本王目前想不出有什么好法子。大家看过来，我们来玩西瓜了，好玩的玩西瓜游戏。你这不是卖西瓜的吗？怎么玩起西瓜了？老板，怎么个玩法？这玩西瓜呢，就是让大家伙免费吃一片西瓜，谁能在我喊10下内吃完这一片西瓜，我就送他一个西瓜。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吃完，大家就要在我这儿买走一个西瓜。有没有人敢来挑战的？我来，我口渴，我来试试。西瓜老板把一块西瓜递给那老大爷后，开始数数。